俄军文艺复兴在乌俄战场上使用弓箭，这是要打无人机？11月初的时候，俄罗斯通过国外的通讯社发布了一组照片，俄军步兵在乌俄战场上使用弓箭，之后还出现了视频，俄军步兵打扮得有模有样，头后披戴2个狐狸尾巴，弯弓搭箭，强弓开满，猛然射出，随后便听到一声惨叫，敌人应声而倒，样子确实是挺帅的，但火力军总觉得哪里有点不对劲儿，反差太大了。弓箭都上战场了，乌俄战争有点像拍电影，除了好看没什么用。被那几支箭用完了，还射什么？射树枝吗？战场上还是全自动步枪好使，背上10来个弹夹，再装2-3盒100发的子弹，不比弓箭好用。这种弓箭最多射40米远，可能百发百中，远了可能不容易射准，还费时耗力。问题来了，在炮火纷飞、导弹互掷的现代战争中，俄军派出弓箭手出战，还特意用视频和图片展示，到底是什么意思？弓箭在现代战争里有用吗？这段视频据说是在赫尔松前线拍的，一名俄军士兵手持弓箭潜行在灌木丛旁，弯弓搭箭，头盔后方有2条类似狐狸尾巴的装饰物，可以判断它来自俄军组建的巴什基尔营。据说在赫尔松战场上，一名俄军弓箭手和战友伏击了一支乌军小组。巴尔基什营是今年7月应征入伍的巴什基尔志愿兵组成，人数至少有1000人。服役期限为4到12个月，月薪大约30万卢布。如果阵亡，家属也能领到高额抚恤金，享受优惠政策待遇，也还是划算的。巴什基尔营在俄军中的辨识度最高的，一个是其传统的狐狸尾头饰，二是装备了弓箭。巴什基尔弓箭手在俄罗斯历史上战绩也不错，在1812年卫国战争期间，俄国就有大批巴什基尔和卡尔梅克弓箭骑兵。巴什基尔人动员了1万人，组成20个骑兵团与法军作战，之后跟随反法联盟大军的步伐横跨欧陆，一直打到攻陷巴黎。这也是欧洲最后一次大规模弓骑兵战斗。到现在，部分巴什基尔人仍保持着能骑善射的传统。至于弓箭这种冷兵器，只要切合作战环境和任务需要，确实还有一定的战力。但是巴什基尔弓箭手用的这种，还不是现代技术升级的弓，而是一种原始的短弓，与现代军用弓弩的差别还是挺大的。现代军用弓弩用的基本上都是复合材料，装有跟枪械类似的瞄准镜，杀伤力大，精度也高，普遍射程都在100米以上。特别是现代化的军用弩，有效射程距离甚至能达到300米到400米。比如十字弓弩在200米范围内可以产生3800牛的冲击力，完全可以一箭击碎河马、成年大象以及水牛等大型动物的头骨。效果好，价格也不错，一架军用十字弓弩的总价值高达8000美元，可以买好几把自动步枪了。而巴什基尔弓箭手用的短弓射程大概就25到30米，距离稍微远一点，杀个鸡都难。所以俄军这个弓箭手队伍很可能是一支侦察小组，执行摸哨之类的任务，弓箭只是辅助角色，用于隐蔽杀伤目标，主要武器还是步枪。还有说法认为，俄军使用弓箭是因为俄军的后勤援助不行，子弹不够用。火力军总觉得不太可能。俄罗斯后勤不行是真的，但是枪弹肯定是管够的。俄军配备弓箭手的目的，更多的应该是用于战地伏击、险地狙击。至于弓箭手打无人机不靠谱，机枪都很难对付无人机，靠弓箭太搞笑了。如果说这是某个不开化的土著部落干的事儿，火力军还会相信，但是俄罗斯这种崇尚大炮正义的国家，火力军认为不太可能。俄罗斯再怎么拉胯，军事实力也是全球顶尖的那一批，而巴什基尔弓箭手向上拉弓，大概率是摆拍，让国内的民众看看战士们有多帅，增加一点信心。毕竟大多数无人机的飞行高度都远高于弓箭的射程，无人机通常在300米高度巡航，而巴什基尔人的短弓从箭来看磅数也不大，打只鸡都够呛。弓箭的威力相对于无人机太弱，就算是偶然命中，以箭头的力量很难对硬质材料的无人机造成伤害。不是什么人都是郭靖，拥有弯弓射大雕的身手。
总的来说，巴什基尔弓箭手再怎么厉害，在现代战争中打仗是不可能靠冷兵器的。当然，需要注意的是，冷兵器并没有完全退出战争，作为补充武器，弓弩在某些战场环境下还是有一定的价值的。在现代特种作战中，弓弩凭借射击时声息微弱、无烟无光的优势，非常适合在一定距离实施隐蔽狙杀。这一点比消声枪械更好。在热带雨林中，目视距离几乎不会超过50米，但寂静中可以轻易听出200米的人声，几乎都是靠声音发现敌情。这时候，弓弩的无声精准的优势就显出来了。世界各国的特种部队都会列装特制的弓弩武器，当然，军队用的基本上都是弩。弩射击时动作幅度更小，可借助弩机提供动力，有助于射手隐蔽和提高射速。现代弩重量通常为2到3公斤，有效射程可达100到200米，最佳射程在50米之内。弩箭飞行速度为150米每秒，还能配备皮卡丁尼导轨和瞄准镜，加上弓弩发射无声、无焰无烟，适合在隐蔽接敌时使用，所以在特种部队和武警的特战分队中仍然有装备。相较于手枪这类金属弹丸的武器，弓弩在渗透、摸哨、偷袭、解救人质等作战行动中都具有非常明显的优势。当周边有敏感的可燃性物不能见火星的时候，比如液化气库、军火库、油库这种，再或者对方身上有炸弹等危险物的情形中，使用火器就难免会产生不可控风险。相比之下，军用弓弩则具有不对易爆、易燃物体产生2次伤害等安全特点。所以，大部分的特种部队和武警的特战分队都装备了军用弩进行近距离的防卫作战，避免使用枪械可能造成的2次伤害。同时，弓弩这种冷兵器在部队里也配有专业的使用训练。如果考虑要动静小，手持弓弩来潜入敌后进行偷袭，比消音手枪更好。真实的消音手枪是把原本砰砰砰的声音变成了 b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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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已，并不是说开枪的时候完全没有声音，只是比起一般手枪声音会小很多。加上在射击方面，消音手枪的侧重点在于减噪，牺牲了它的射击强度，所以同样的射击距离，消音手枪的威力是没有弓弩强的。有测试表明，用弓弩对一块钢板进行射击，结果直接穿透了钢板。可以说，在这样的威力下，击碎大象的头骨也是很轻松的事情。在城市反恐巷战的时候，弓弩也有一定的优势，既能远距离有效打击对手，又能保证在执行解救任务中避免给人质造成2次伤害。在水下的特种作战环境下，有些枪械可能无法使用，而那些水下能开枪的也会面临较大的阻力，导致子弹的射程和威力大打折扣。反倒是弓弩射出去的箭又细又长，在水里面受到的阻力就要小很多，更具威力。除了弓弩，警棍、盾牌也属于很常见的现代冷兵器，多用于城市防暴维稳场合。这个比较常见，在战场上用的也不多，就不过多赘述了。咱们聊聊另外一种为实战准备的现代冷兵器——刺刀。弓弩那是特种部队标配，但军队最常用的冷兵器还是多功能刺刀。是的，都21世纪了，作战还用刀。诸如此类的刺刀可以兼顾刺刀、匕首、工具的职能。匕首各国都有装备，多用来野外生存使用，也是士兵的最后一道保障。比如尼泊尔军刀，武器造型诡异，虽说是弯刀，但刀刃却是向内弯曲的，外形像个狗腿，是一种劈砍能力极强的冷兵器。当枪械故障不能发射或是子弹用尽时，尼泊尔人便会拔刀与敌人近战。总体上看，现在的战争更讲究非接触性作战和远程精确打击，借助信息化武器决战于千里之外。可能敌人没看到半个，战争胜负就已经见分晓了。但是想要彻底奠定战争的胜局，哪怕你把一座城市炸成了灰烬，敌人尽数消灭，没有地面部队的实际控制，那也很难称得上是真正意义上的占领。这时候近身战就不可避免了。所以跟白刃战相关的训练依旧是各国部队的关键。美国海军陆战队从建军开始就一直保持着白刃战，比如美国海军陆战队新兵的拼刺刀训练，它
他们选用的是卡车轮胎，而不是普通的沙袋、树桩，难度级别不低。除了训练突刺外，美军还特别重视劈砍和脱击，都是近身战。当然，在现代战场上，大规模的白刃战属于小概率事件，但多数国家依旧非常重视拼刺训练。一方面，这具有提升战斗精神和战斗意志的效果；另一方面，这也确实属于战场上军人们的刚需。在刺刀这方面，英军堪称最重视刺刀战的欧洲军队。英军多采用 SA-80 无托式步枪，但是 SA-80 在突刺优势上并不算很好，不仅枪身短，就连枪管所触及的距离也非常短。但搁不住英军特别注重刺杀技术的训练，非常时刻用起来效果还是不错的。在21世纪的中东战场上，也曾多次传出英军在弹尽粮绝或者武器故障的时刻，以刺刀冲锋的形式击溃极端分子的新闻。比如2004年5月，一支英军巡逻队在伊拉克巴士拉以北地区遭遇了上百名武装分子的伏击，危急关头，英军发起了刺刀冲锋，最终逆转战局，一举击溃5倍于自己的敌人。在冷兵器这方面，特种部队常用的还有魔术大师工兵铲。这种工兵铲可不仅仅是用来挖坑，它的功能非常多。特种兵在执行一些特殊任务时，工兵铲也会起到很重要的作用。比如美国特种部队的必要装备之一——多功能户外工兵铲。它作为工兵的常规配备装备，为了使其在多种复杂的环境下使用，在一把铲子上包含了铲、高、锯等多种功能。而且只要士兵脑洞够大，工兵铲的作用就有多大。在宿营造饭时，工兵锹可以用来切菜炒菜，可以煎鸡蛋烙面饼。步兵战车驾驶员用它作为应急标识，引导战车快速过障。炮兵用它来帮助赋予无后坐力炮射向。军中武林高手甚至还能利用工兵锹的特点，创造性地研究出工兵锹格斗术。不过和匕首相比而言，工兵铲在携带上没有那么方便。不管怎么说，热兵器普及以后，那些近身战的冷兵器存在感就不行了。就算是弓箭有着轻巧无声的优点，但在大规模战役中没什么用。俄军说带着狐狸尾巴的弓箭手可以无声无息地击杀乌军哨兵，穿越乌军警戒线，只能说这是在吹牛皮。在现代战争中，弓箭手早已退出了历史舞台。巴什基尔弓箭侦察兵拉弓射箭，大概率也是摆拍，用来鼓励俄罗斯本土民众的信心罢了。好了，这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各位觉得俄罗斯派弓箭手上战场能起到什么作用？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评论。如果视频内容有不对的地方，各位也可以在下方留言。我是火力军，下期见。